进来。小飞啊，经理，这是我的请假单，你看一下。请假？是啊，你看我这怀孕那么久了，这预产期啊就在这几天了，所以啊，我想就请个假吧。小飞啊，你这不是还没生呢吗？你这着急请什么假呀？可是预产期就在这2天了，我怕再拖下去，对孩子不太好。哎呀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这真是想多了。等你生了之后啊，我一定会给你批假的啊。经理，你怎么这样呀？这咱们公司可规定的有产假的。我知道，那产假不是在生产之后吗？你这不是也没生呢吗？小飞啊，你可是咱们公司最能干的人，业绩也是最多的。你说你要是请假了，这公司的损失谁来负责？可是，这公司虽然赚钱，但是我这怀孕都马上要生了，万一有个什么事儿怎么办呀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他要是真出事儿了，我负责。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你这个产假等你生产之后我会批给你的。你既然都说了有产假，那我提前请2天又怎么了嘛？你说你提前请2天，那你知不知道这2天公司会损失多少业绩？那这样想请也可以，那你请这2天假，我就扣你2000块钱。什么？扣我2000块钱？经理，我这一天得挣多少钱呀？我不管那些，我这么做啊，可全都是为了公司着想。不想被扣钱，你可以不请。行，我不请。到时候我要有什么问题，你要承担的。能有什么问题？小题大做。哎，这不是小飞吗？白总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没看到你。没事儿，你这儿快生了吧？你怎么还在上班呀？这不是没办法吗？刚刚去给经理请假，经理不批我假。什么？这公司规定的不是有产假吗？他怎么能不批你假呀？经理说这产假是用在生产之后的，我现在还没有生，所以不能用产假。什么？他竟然敢这么说！小飞，走，我找他算账。走。谁呀？董事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哟，李经理，发这么大火呀？怎么着？我不能进你办公室啊？董事长啊，你看你这说的哪里话？你可以来坐。行了，我就不做了。我来问问你啊，这小飞请产假你为什么不批啊？董事长啊，那我这不是为咱们公司考虑吗？你说他要是提前请2天假，这2天得损失多少业绩啊？哟，李经理，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们这么为公司考虑，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你啊？给你颁个奖什么的呀？董事长，不用不用，这都是我身为经理应该做的。你应该做的，你还真是给你的阳光你叫灿烂呀！董事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干嘛发那么大火呀？我为什么发那么大火？李大美，我告诉你，这生孩子啊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。我想请问你，你也是个女人，如果你怀孕了要生孩子了，我把你留在公司加班，你心里怎么想啊？董事长，是因为小飞是咱们公司业务能力最强的，这业绩也是最多的。如果他请假了，这公司这2天肯定得损失不少的钱。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公司着想。你给我闭嘴吧！别一口一个的为公司着想。你要真为公司着想的话，他的活儿你不能干呀？难道你没有这个能力啊？偏偏让一个孕妇加班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我告诉你，李大美，公司啊，既然设置有产假这个假期，那就是它的意义所在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给他批产假。行，产假这个事儿咱们说完了，
下面咱们再说一下你滥用职权的事儿。滥用职权？我没有啊，董事长。你没有？是吗？我可听下面人反映说你滥用职权，克扣他们的假期，如果不给你钱的话，你就不批假。难道没有这回事儿？董事长，没有的事儿，这些都是谣言，你不能信的。哼，刚开始我是不信，我还以为真是个谣言。我对你啊，本来信任挺大的，直到我今天遇见了小飞，他把这个情况跟我说了一下，这不就和他们说的一样吗？你啊，克扣小飞的假期，是不是也想让小飞给你拿点好处呀？啊？董事长，没有。你先别急着解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我还听说你动不动就克扣员工的工资，有这回事吧？但是这个钱为什么工作上财务上没有呢？我想请问你，这个钱去哪儿了？这钱是不是都进了你的私人腰包啊？李大美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公司，不是你的摇钱树，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的地方。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本来啊，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是啊，你不知道珍惜啊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别怪无情，现在立马去财务收拾你的东西，把你的公司给结一下，走人。董事长，你别把我开除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这家里面还有上有老下有小要养活呢，你要是把我开除了，我这生活可怎么过呀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如果你当时你都知道你上有老下有要养的话，你还能做出这种事吗？行了，别在这站着了，赶紧出去吧，把这个办公室腾出来。我行吧，走啊！李大美，临走我送你一句话，以后做事儿悠着点，要想人不知啊，除非情况呗。小魏，公司这个支付啊，我已经申出去了，你呢就安心的休你的产假，祝你啊母子平安。谢谢你，董事长。到时候啊，生下孩子一定请你啊喝满月酒。行，那我啊期待你的满月酒。行，那董事长，我先出去了。先等一等，小飞，等你回来之后啊，公司啊肯定会有个全新的面貌等着你，一定要赶快回来哦。行。行，那你就走吧。好。